记得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。今天是韩国大邱的第1集，要带大家前往几个知名景点走走，以及逛逛百货和地下街。接下来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首先从东大邱的地铁站出发，我们要搭到半月堂站下车，这边都可以直接用交通卡进出。出站之后，我们要往18号的出口方向走，也就是现代百货的方向。晚一点我会带大家逛逛这间百货。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要先前往31运动路，从这边走过去大概约8到10分钟左右。直走到这个路口右转，沿路也有卖小吃的店家。走到这间 E-Mart 之后，向左转，我们就要到了。前面的10阶梯就是31运动路，左手边这里有纪念品商店。31运动路的由来是以前韩国被日本统治的时候，有很多学生们为了准备万岁运动，要避开日本军的监视，前往市区的时候走过的松林道。沿着90阶阶梯走上来，也会看到旁边放了许多当时的历史照片。这个看起来普通的10阶梯，其实对韩国人来说有很深的历史意义。在31运动路的旁边有一间大邱第一教会，它是庆北地区最早的基督教会，也是大邱的教会里历史最悠久的，是基督教对近代化贡献的象征。在大邱第一教会的对面，可以看到桂山圣堂，我们也过去看看吧。从这边的楼梯走下去，过马路到对面就会抵达的是桂山圣堂。这是一座天主教教堂，也是庆尚道第1座西洋式圣堂。它在每天早上的6点、中午12点，还有晚上的6点都会敲钟，让人有身处欧洲的感觉。教堂使用的彩绘玻璃也是从法国来的哦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路走到药令市场。跟着地图走，我们会先看到第一礼拜堂，旁边有一个不老门，走进去就会看到旁边的韩医药博物馆，外面有很多相关的装饰物，也有一些壁画跟雕像。里面展出的是一些医药历史的介绍，你也可以先上网预约足浴汤体验哦。接着从这个药令门走出去，这条街就叫做药令市场。大邱的药令市自古以来就是韩国3大药品的交易集散地。整条南城路旁边有不少的药材店，但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走，就会看到现代百货了。大邱的现代百货，我觉得是一个一定要来逛逛的地方。这边的装潢很现代舒服，里面进驻的商品也都是高质感的路线。如果你想逛年轻潮流服饰的话，大部分都集中在 B2。这边的柜点设置不会很拥挤，保留了很多可以休息的空间。还放了大量的绿植点缀，就会让人觉得比较放松舒服。这里也有进驻一些知名品牌，像是 Nike 啊，各式潮牌，还有手机壳 Castify 等等，也有男女装、专柜品牌、美妆保养品。这边主要是有一些休闲运动服饰，从大人到小孩的都有，还有一些包包、帽子等等的配件。逛完现代百货的话，来逛逛这边的地下街。这边有卖一些毛巾、地毯，还有生活用品、服饰等等。旁边这个是女性内衣、帽子，也有卖包包，还有化妆、保养品。服饰的话，我觉得比较熟龄的款式。这边也有很多的鞋子。前面这里有很大的杂货店跟药局。Innisfree 是韩国的美妆保养品牌，这里卖了很多的饰品。隔壁是药妆店，这边有服饰、袜子。往前有卖一些发饰跟娃娃吊饰，旁边有手机壳跟手机配件。
隔壁有婴幼儿的服饰，这边有各式各样的鞋款，旁边的服饰价格都很亲民。这里卖了很多的包包跟帽子。地下街走到底会到10号出口，接下来我们要前往 Sparkland。往 Sparkland 的路上是一个小商圈，旁边有一些餐厅店家。这间黄色店面卖的是马卡龙。前面走到底之后，我们要右转，这里有一家韩式料理的店家。继续往前，这边有酒吧跟餐厅，感觉在晚上会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。左手边有烤五花肉的餐厅，这个是24小时营业的。对面也有选物店、服饰店，还有餐厅啊、咖啡厅跟保龄球馆。旁边是拍贴机店，隔壁则是咖啡店，有各种饮品。这一侧也有男女装，都是比较年轻潮流的款式。接近是有40年历史的泉州拌饭冷面专卖店。右手边有一间夹娃娃机店，隔壁有咖啡店。这边逛到了一间蛮大的女装店，服饰啊款式都很不错，里面也有卖皮带、袜子跟老帽。大部分有一些绿色跟蓝色系的衣服，然后衣服上面的图案也很可爱。接着隔壁是男装为主的服饰店，主要是卖一些上衣跟背心，还有裤子。这边有咖喱炸猪排，还有花店。前面我们就抵达了 Sparkland 啦，这一栋是有摩天轮的商场，最上面7到9楼都是游乐设施。我们从这个手扶梯上去的话，就可以直达美食餐厅的区域。这是2020年才开的新地标，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进去里面逛逛。在1楼可以看到有品牌服饰。我们从正门进去，门口有一排椅子可以坐着休息。旁边的 Top 10是韩国品牌，卖了很多的韩系服饰。如果在有活动的时候算下来，价格很实惠。男女装、包包等等的配件应有尽有。A-Land 这个是结合了很多设计师品牌的服饰店，可以找到很多不同款式的帽子、衣服，很多都是独家设计的特别样式，有很多不同图案的上衣。也有长袖帽 T。8 Seconds 是韩国的连锁服饰店，主打快时尚的潮流衣服，价格也会亲民一些。大部分的服饰款式也都是休闲、非常实穿的样子。接下来看女装的部分，有洋装啊、短袖跟背心等等，还有牛仔裤跟鞋子、包包。商品类别就比男装还要丰富很多。这里有餐厅卖披萨，旁边这个是游乐场的售票处，有保龄球跟滑轮场，也有拍贴机。接着上到7楼，就要来到游乐园的区域了。这边会先看到一间游戏店，里面有很多的夹娃娃机，或是一些小型的旋转木马，可以让小朋友搭乘。往里面走，也有丰富的游戏机台，像是跳舞机啊、赛车等等。往后外这边的区域，这里有射气球跟投篮的小游戏。前面就是游乐园主要的地方。门口这边有地图，你可以拿来参考有什么设施。出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摩天轮，坐落在市区的摩天轮，很适合搭乘来欣赏夜景。旁边有另外一个游乐设施，虽然这个看起来小小的，但感觉也会蛮刺激的。往前有一个小型的自由落体设施，到最高点也可以看到城市风景。继续往楼上走的话，这边有一些投币的摇摇车，旁边也都还有一些小型的游乐设施，更适合带小朋友来玩。逛完了 Sparkland， 我们要到附近的228纪念公园。
在这边搭乘急行巴士1号前往同华寺，车程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到同华寺入口站下车，往旁边的广场走，会看到欢迎光临八公山的字样。同华寺就位在八公山的园区里面，广场中央还有一座喷水池。顺着楼梯往上走，有一间餐厅。沿着旁边的路一直走，右手边的话也是咖啡简餐店。这边再继续往前，会看到旁边有一整串灯笼的路，这个方向就是前往同华寺的路。从入口走到同华寺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。旁边的服务中心也有简介可以拿取。这边终于来到了入口，穿过这个长得像隧道的八公禅门，就离同华寺不远了。沿途就有好几个彩色灯笼，旁边还有当时正在施工的桥跟广场，预计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跟年底完成。前面有一个水池，入内参拜之前要先来洗洗手、漱口。同华寺它原本叫做瑜伽寺，后来因为这边的梧桐花到冬季依然在开放，所以就改名为同华寺。至今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了，非常久。同华寺这边围绕着破布谷、冰大谷、高梁谷而建造，经过8次不同的扩建、改建，依山傍水的同华寺也是著名的大丘十景之一。旁边有挂着祈愿小卡的地方，你也可以自己拿取桌上的小卡，写上愿望挂上去。凤七楼也是很知名的木质建筑。一旁的同华书店有卖一些木质餐具啊跟用品，也是一些纪念品商店，有一些佛寺相关的手链。另外也有很精致的小摆饰，可以带回家当做纪念。往前是大雄殿，也是同华寺最重要的代表主建筑。这边继续往上走，也有一些其他的寺庙建筑。这里有佛教文化馆，有很多以禅为主题的资料。不时也会有机会遇到素斋体验，可以吃到四方准备的料理，或是你也可以去报名制作素斋哦。这里可以购买瓦片，写上心愿之后，四方就会拿这些瓦片来建造寺庙。寺内到处都有不少的佛像跟雕像。这里有很知名的赏枫景点。结束同华寺之后呢，沿路走回入口处，在入口旁边有4尊很大的门神，像是在守护寺庙的安全。接下来我们要走去搭八公山缆车，要沿路走回刚刚走过来的路。岔路处这边看到这个缆车的指标就转弯，再往前走个5到10分钟就会看到八公山缆车站啦。从楼梯上来就会先看到售票处，缆车依照每个月份会有不同的营业时间，出发之前记得要先上网查询哦。大人来回票是13000韩币，大约是台币的310块左右。来到乘车台，把票给工作人员检票之后，就可以上车啦。缆车全长1.2公里，爬升的高度大约350公尺，虽然不算高，但山谷的景色还是很美的。到站下车之后，我们先前往楼上的360度展望台。楼梯一上来，会先看到有一些餐厅跟用餐区。跟着指标继续往前走，会看到这边被挂满了不少的锁头跟祈福卡片，还有一块心愿石，上面被粘满了硬币，似乎是这样就可以许愿成功。这里有长得很特殊的雕像，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点。另外一侧的露台放了很多桌椅，有游客就会在这边休息吃东西。这边还可以继续往上爬，有一个登山步道。
这边有很多石头，前面是标高820公尺的景观台，可以看到层层山峦。这边如果逛的差不多，我们就可以走回缆车月台。路上还看到了这个有乌龟跟兔子的小喷水池，似乎是取自龟兔赛跑的典故而建造的。这边一样就拿票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上车啦。从这个高度的视角看下去，底下的山谷感觉更雄伟了。缆车站的旁边也有纪念品商店，有一些小摆饰啊、水杯，还有丝巾跟包包，跟一些木汤匙以及其他纪念品。沿着楼梯往下走到入口，会来到12生肖咖啡街。路中央的石雕像分别就是12生肖，道路的两边则开了很多的咖啡厅啊、餐厅。所以有这个12生肖咖啡街的称号。这里也是八公山聚集最多的美食餐厅的地方。这些12生肖的石像，有的被戴上了墨镜，或是身穿韩服，还有牵手或是拥抱的姿势，都是非常现代的风格。不妨可以找到你的生肖来合照一张哦。两边的餐厅则是从韩国烤肉啊，到咖啡，到甜点下午茶等等，应有尽有。逛完八公山的话，你可以安排到这边用餐，非常方便。下一站的话，我们要来到附近的大邱市民安全主题馆，这边是为了要记取218大邱地铁事件而设立的体验教育馆。大邱地铁事件是发生在2003年的时候，地下铁纵火案，在中央路站因为相关的人员的应对不当，而造成了193名乘客过世，151名乘客轻重伤，是非常惨绝人寰的事件。所以这边特地设立了地铁安全展示馆，还有山岳安全、地震安全展示馆，以及未来安全影像馆等等，用来宣导跟教育市民应该要如何应对紧急状况。大邱介绍的第1集就到这边结束啦，下一集会带大家搭乘观光巴士走行程，以及介绍绝佳的夜景观赏景点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